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代班主持人谢寒冰。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那这个王毅现在是不是又化身战狼了呢？因为他怒呛美，这个川普的关税是不是惨了？他说啊，互相尊重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前提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美国应该要复盘一下。那你从这些年关税战、贸易战中，你到底得到了什么？贸易逆差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你的制造业竞争力是上升了还是下降？通膨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民众的生活变好了还是变糟了？王毅一连串丢出了几个大哉问，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的。美国应该复盘一下，你们从这些年的关税战、贸易战中得到了什么？贸易逆差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通膨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民众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对，这个王毅现在就是越问越尖锐哦。那可是呢，川普现在人家都叫他关税人，那这个关税人发动关税战，那到底是对美国带来好处，还是一个双面刃呢？因为据说北美三国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川普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发动关税战，恐使三国都将付出更高的经济及外交代价。如果关税持续的话，加墨恐将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那加墨衰退，美国也会丧失邻国的信任，更何况美国自己的经济搞不好也不保。那加拿大人不爽川普啊，那美国一产业喊救命，但掉1%就损失20亿美金。那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决定拒绝到美国去旅游以表达抗议，那这对于严重依赖加拿大市场的美国旅游业生计大受威胁。那眼看旺季将届，全美观光协会估计加拿大市场赴美旅游量只要减少10%，那美国观光收入会大减210亿美元啊！那全美骤减1.4万个工作机会，哇，这真的是重创。那美国一州的州长也怒斥川普，还有川普在欺骗你，加征关税就是对美国人征税啊！我们来看这个州长是怎么说的。Donald Trump is lying to you. Here's the truth. It's simple. Tariffs are a tax on Americans. When you buy something, you pay the tariff, not some foreign country. Trump's tariffs will raise the price on things like tomatoes and prescription medicines, electronics, toys, and more. Grocery prices are rising because of Trump's tax. New car prices are rising because of Trump's tax. Beer prices are rising because of Trump's tax. And he has no plan for what happens next. 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farmer who relies on machinery from Canada to operate their farm, or the small business owner who needs supplies from Europe, or the parents who need to feed their families every day at a reasonable cost. 其实这个州长讲的就是我们一般人的 common sense 啊，你加税当然是美国人自己买单啊，怎么会是外国人买单呢？这是川普的逻辑一直让我们觉得很奇怪。那这个 Fox News 啊，就说啊，那个川普斥 NBC 记者对卢比奥与马斯克冲突的暗示，他说你就是个麻烦制造者啊。他说没有冲突啊，我在那里啊，你真是个麻烦制造者，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啊。马斯克跟卢比奥相处得很好。但真的是这样吗？他们真的是相成甚欢吗？这让人家存疑哦。那这个是现在川普到底是总统还是企业家，也让很多人质疑他的角色。因为砸1.6亿跟川普一对一会谈哦，挺川委员会募款邀金主，那就是这个 MAGA 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呢，积极帮川普募款，目标是在今夏筹措到5亿美元呢，这不是天文数字哎。然后为此，挺川委员会发出邀请函，商界领袖花100万美元就可以预定一个座位跟川普共进晚餐，那也可以花500万美元跟川普进行1对1会谈哦。这一个总统可以做这样的事吗？这让大家觉得很匪夷所思哦。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唐莫伊尼汉批评说，川普政府不设道德护栏，在生意和总统职位之间似乎没有明确的界限，就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台湾好像规定非竞选时间是不能募款，那美国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募款，这让大家觉得很奇怪。那美国前官员批评这个行为显然是错的，有利用即将就任总统职位谋利之嫌，同时削弱加强加密货币监管的正当性。为什么？因为川普专属的迷因币狂捞115亿啊！那这个前 CFTC 的主席之一，这个正当性啊，因为做总统好像到处在赚人钱，这个让人家觉得非常匪夷所思哦。那 Manos
现在超夯了，美国是见不得中国大陆好吗？因为大陆自己之前的 DeepSeek， 然后掀起一波 AI 浪潮之后，又一个 AI 产品引发话题，那就是全球首款真正的通用型 AI agent 的 Manos。那不但能提供建议答案，还能直接交付完整的任务成果，找房子啊、分析股票都难不倒它。其实邀请码标价更被炒到22万台币哦。这个又是掀起新一波的浪潮。那这个 Manos 一系爆红背后，那账号突然之间遭到冻结，还卷入加密的货币诈骗疑云哦。那他现在正积极跟 X 的团队合作解决此事。那初步观察表明，此次冻结可能与第三方提及加密货币诈骗有关。那 Manos 从未参与过加密货币项目、代币发行或区块链计划。那这到底是有人故意要去凑 Manos， 然后想要去阻挠它，还是单纯的只是一个单纯的现象呢？那我们先請教一下謝大使。我觉得就是说，王毅他的这个回答代表现在中国大陆面对美国的挑战的一个基本态度，是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做，我都怎么样奉陪。是，然后呢，我最后告诉你结果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反而呢，王毅只没有说过去的这个美国开始打中国以来，中国大陆各方面都怎么样快速的突破。本来没有发觉自己有一些短板的被美国把它帮助中国发现出来中国现在通通自己来，对，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去年年底开始，你看中国大陆不管是军事科技，还是 AI， 还是这个造船，还是这个各方面可以说都有极大的突破，是，而且都是关键领域的突破以后造成中国在很多这个尖端的领域，科技的研发上都获得极大的成果。那某种程度我们也不能说是美国的功劳啦，起码美国帮助中国大陆做了蛮多的事。那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国无敌国外患者恒亡，是，对。在中国大陆自己正好觉得有一点自得意满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敌视的这种政策正好加上中国大陆怎么讲，这集中精力，然后呢凝聚团结人心一起来怎么样突破这些美国都会对中国大陆进行各种不公平的制裁嘛。所以呢，反过头来你看看美国，王毅问的这个5个问题，基本上答案我们都很清楚是，对啊。美国等于说是损人，可是没有利到己，反而是损人损己。那损人的时候呢，被损到，反而因此而获利。所以呢，王毅是我觉得一方面批评，另外在提醒美国。那其实这些现在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这些目前的这些关税制裁基本上来就是你来我往，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回你那其实那个王文涛，中国大陆的这个商务部长。在同样的这个就是两会的记者会里面，他访问的时候，他也讲得很清楚他说美国做的这么多事情，我们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是。那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面临的美方压力，要缴川普 1.0 的时候已经轻了太多了。因为现在川普同样的子弹，可能比过去 1.0 的子弹还少，可是呢？他的攻击对象是全世界是对，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压力比较少了。那现在就是说严阵以待，警告美国，也不必太抢戏，好像变成中国大陆是美国是唯一的敌人。现在美国的敌人现在光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都还没搞定来，所以呢，我觉得王毅中国大陆这上一次王毅在这个慕尼黑的时候他还讲了，中国就是气定神闲，你看着办，反正对你也没好处。可是呢，你如果犯我的话，我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是，那姚明老师，这个川普已经当了总统了，现在还一直在对外募款，还直接出卖这个共进晚餐跟这个对谈的费用，这会不会有点奇怪？这个他就用他最后的这个名声、名气以及 MAGA 的支持者来去扩大他的收入跟影响力吧。那也许他不是真的想赚这个1亿，不过。也不少嘛，对他而言，对不对？商人性格，我倒觉得王毅的那个连续的询问呢，是对美国的灵魂拷问。是，你发动贸易战，就不要讲你对中国的科技战了，
你的贸易有提升吗？你的人民的生活有改善吗？然后你的就是竞争力有改善吗？其实这个答案都很清楚。可是呢，在华盛顿的政治人物们呢，就会觉得在数字上美国变强了，美国变好了。那相对于别的国家，是被我们在就是说制造、贸易、经济上，我们把它给压下来，特别是中国大陆啊。因此这样子的思维，可是它是一个数字上面，因为你看美国的制造业没有起来，那美国的军事，我们刚刚提过，事实上漏洞百出。然后美国的整个光是在现在的赤字预算负债各个层面，其实都很严重。美元的这个重要性也不如以往，因此川普这么做有人说他其实是有一个思维，他绝对不是1.0乘2，他真的就是2.0，不一样。他的思维现在市场上一般的说法是，川普可能真的要搞一个经济的震荡，有人已经这个英文词已经发明出来，叫 Trumpcession， 也就是川普衰退。但是呢，他这是搞短期的，可能半年、1年，明年遇到美国的期中选举的时候呢，他会在明年把他经济拉回，而这个拉回的时候呢，就有助于他的选举。但除了政治考量之外，他也是因为他觉得说，这样子才能够把就是赤字预算以及贸易平衡达成，还有呢，引进更多的关键产业在美国制造生产，是有一些投资进来，然后呢，投资美国。因此这样子的情况面临到短期的可能，比如说通膨，但是如果它能够带来降息，或者是美元如果持续能够弱化，然后减少这个赤字预算的话，他觉得也许人民会辛苦一点啊，这他讲过短暂的，但是呢，明年我们至少在数字上可能会回来。但真的这么理想吗？真的能够做到吗？这种所谓的川普衰退，各位要记得这个词川普衰退，我们接下来几个月就来检视它到底会衰退到什么程度，拉得回来吗？这是这个川普跟他的团队能够这样子做得到的吗？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那小舰长，现在继 DeepSeek 之后又出现了这个 Manus， 那你觉得它会带起另外一波风潮吗？中国大陆有一套软体啊，是它可以把这些 DeepSeek、Manus 这些全部整合在一起，然后也就是同一个问题呢，你问出去之后，它可以得到所有的答案。这一个就是刚刚杨永明老师所说的这个灵魂拷问啊，王毅灵魂拷问，所谓的那个制造业的竞争力是上升还是下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它可以拿得出来的，也就是OpenAI 啊，它有其他的吗？没有，而且实际上来讲 ，OpenAI 它还是封闭的这一个程式设计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有关于王毅外长他的那个五个问题之中啊，有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来看数据啊，也就是对于贸易逆差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美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3233亿美元。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川普要拜拜的那一年2020年的时候，已经暴增为6767亿美元。意思是什么？也就是你搞了半天贸易战，结果呢，中美的贸易逆差反而增加了1倍啊。那结果拜登搞了4年，也就是到了2024年的时候，中美的贸易逆差呢也到了920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从2020年到2024年又增加了50%。所以我们来看这样的状况，你们砍来砍去搞什么小院高墙，其实只是让中国大陆不太舒服而已。但以竞争力而言，却是远远的将美国抛在后面。其实我们讲到说，刚刚讲到这个关税的问题啊，那伊利诺州州长说的非常对啊，其实你就是对自己本国国民课税啊，那但是呢，讲的好像是对国外课税，国外没有说要降价啊，而且这个引发的，也就是现在Fed 他们真正担心的，也就是通货膨胀隐隐若现。是。
那现在川普这个关税人，他会不会再继续出招呢？因为他一下子说要征关税，一下子就停掉，他到底打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聊。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让我们继续关心最新的国际动态。那现在呢，俄罗斯并没有停下手哦，他还继续在猛攻乌克兰哦。那美军是不是直接去断了乌克兰方面的情报呢？据说美国断情报只有一天，那这个俄罗斯就开始猛轰，超过了260架无人机跟飞弹。那乌军甚至连幻象战机都已经跑出来了，因为他之前接收了法国的幻象战机，那现在就直接拿出来了。然后俄罗斯在6号到7号夜间发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对乌克兰各地实施大规模的打击。那乌军也只好出动予以回击哦。那俄罗斯大规模的攻击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那泽伦斯基现在在敦促说，是不是我们应该至少在空中先停火啊？那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国是至少发射58枚飞弹和近200架无人机，破坏乌克兰各地能源设施，攻击范围从东部的哈尔科夫到西部的特诺皮尔。其实大家知道，乌克兰现在还在冬天哦，你攻击能源设施对他们的影响真的非常大。那现在呢，美国的这个特使凯洛格居然用木板打罗鼻来做一个比喻，他说：“你乌军的这个情报啊，被我们美国断掉，是因为你咎由自取啊！这是我早就警告过你啊。”他说，这华府停止军援和情报共享应该归咎于基辅，并表示基辅咎由自取，还说白宫在川普下令前就给了乌克兰合理警告，我已经早就告诉你了，但是你不听。那川普的态度现在转弯了吗？川普发文称强烈考虑制裁俄国，直到停火并达成和平协议啊。这是英国《卫报》的报道。川普表示正强烈考虑让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加征关税，以激励他们同意在乌克兰实施停火。还指出俄国近年来加强对乌克兰的攻击哦，这是川普转向了吗？可是我也觉得很奇怪，美国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制裁，或是加俄国的关税？因为根本就两国没什么来往啊。然后美乌现在真的能够谈妥这个和平协议吗？那美乌下周将在沙特阿拉伯讨论俄乌和平协议框架。那乌媒说，乌方或者必须做出让步哦。那美国与乌克兰会谈将于下周在红海沿岸的第2大城市吉达举行，这是沙国外交部证实的。那美国的中东特使也表示，预感此次会议会取得良好的成果，并将向俄方提出正面讯号。那普丁也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面，俄方不会向任何人屈服，所以他的态度还是摆得非常非常硬哦。但是川普却还帮他缓颊，他说还是相信普京想要和平啊，美国更难跟乌克兰打交道。那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啊，依然相信普京希望和平，发现美国更难与乌克兰打交道，乌克兰在解决冲突的谈判中没有筹码，美国今后对乌克兰的援助将取决于乌克兰对和谈的准备情况。那我们来看看川普到底是怎么说的。I'm finding it more difficult, frankly, to deal with Ukraine, and they don't have the cards. They don't have the cards. That in terms of getting a final settlement, it may be easier dealing with Russia, which is surprising because they have all the cards. 对啊，这个美国认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比对乌克兰容易，这也是蛮特别的一个观点哦。那克里姆林宫说，俄美有必要展开军备控制对话，也别忘了欧洲的核武库啊。那川普点名中国、俄罗斯盼强权共同这个来摆脱核武。那俄罗斯对此指出啊，与美国就军备控制问题展开对话至关重要。那这些讨论也不应该忽视欧洲的核武库啊，就你不要只看我俄罗斯跟中国的你也看看欧洲英法也有核武啊。那泽连斯基呢，现在到欧洲去取暖，那顺便还杠一下川普。在欧盟开会讨论援乌呢，泽连斯基挨个和欧盟领导人握手啊、拥抱啊、行贴面礼啦。那这个紧急高峰会呢，泽连斯基为欧洲继续力挺基辅表达谢意，并强调这个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并非孤军奋战。我们来看当时的状况。你看啊，就是这样子。现在一个一个握手，看起来非常获得这个很盛大的大家的迎接啊！大家好像整个欧洲都在力挺乌克兰哦。可是问题是呢，就是除了握手、除了拥抱之外，那这些国家到底有没有办法给予真正实质的帮助？冯德莱恩不是讲说有8000的欧洲有8000欧元的这个军武吗？
那请问一下，这个真的能够拿得出来吗？又能够帮助到乌克兰吗？这个都是我们现在非常关切的一个状况啊。那川普也再批北约，你不付钱的话，我就不协防。他说，川普正在考虑一个计划，让国防支出占 GDP 比例较高的国家可以受到美国的军事支持。那被认为支出不够多的国家，还遭受攻击的时候，或许不会受到协防。那我们要增加多少，美国才愿意来帮助台湾呢？这个川普也没讲。那北约盟友是否还靠得住呢？马克宏说，靠不住的是美国啊。那川普再次对北约的角色提出质疑，认为北约成员国不会在美国遭遇攻击时保护美国。那马克宏说，我们是忠诚坚定的盟友啊，靠不住的恰恰是美国啊。美国有需要别人保护的时候啊，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匪夷所思啊。谢大使你怎么看？对，其实川普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在选举的时候通通讲过，是，只是就是有人不信，包括欧洲人他也持怀疑态度，是，那更不要泽伦斯基也是他还抱着希望。其实川普现在他已经说话已经蛮算话的了，是，就是说对一个参选的竞选的候选人来讲，他当选的时候，他很多事情他都可以说啊，情势变啦，或者说他不执行。可你看川普哪一件没有执行？是，他基本上通通做了。然后他要结束俄乌战争，对不对？然后呢，他基本上目前对泽伦斯基对乌克兰来讲，已经下了狠手了。是，这个哪有说人家正在打仗的时候，都是靠你的武器供应，靠你的情报这个资源，你给人家都停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泽伦斯基是很固执的。是，也就是说，今天这场战争为什么拖到这样子？乌克兰打成这个样子啊，还在那边继续啊，还要战争啊，不接受川普的建议，说你赶快立刻停火，我们赶快把和平的协议讲出来，他就是不听，他就是不听，可见就是说，一个国家命运有时候是少数人操纵，像泽伦斯基的个性啊，我觉得是今天乌克兰这个国家悲剧的来源，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忽视历史上常常讲，很多一个大团体的命运是被一两个人所怎么样，所谓整个的怎么样掌控的。是，那我们台湾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形啊。我们没有支持台独的人很多啊，是。可是我们现在就被台独的这个领导人给怎么讲？给他绑架了。到时候真的两岸之间打起来的话，符合我们台湾人的大部分人的利益吗？当然不符合啊。是，对啊。可是少数人他就可以操纵。我想泽伦斯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啦。那欧盟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伪善。是。他今天说实话，钱也要讨论，他先把钱讲出来，然后回过头来再说，就发觉一大堆问题。这个国家也说你钱从哪里来？你要增加我支出，我不愿意；你要减少我的收入，我也不愿意。请问一下，冯德莱恩当时讲6000亿欧元。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他如果会员国不出钱的话，他哪来的钱？你先承诺了6000亿，你现在才回来开会，结果发觉一大人有意见，这就是欧盟。然后呢，欧盟最恶心的就是什么？你要帮助泽伦斯基，帮助乌克兰，你让他加入成为欧盟的会员，难道不行吗？是啊，北约不让他加入，你欧盟就今天一个大家同意，就是泽伦斯基跟乌克兰今天就说欧盟成员，他做不做？其实俄罗斯也没反对啊。对啊，俄罗斯他有没有做？他连讲都不敢讲。所以呢，我觉得泽伦斯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欧洲人的伪善，然后利用他去当工具，当这个枪使他还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泽伦斯基真的是乌克兰历史上的一个罪人。是。那梁耀明老师你怎么看？川普现在一直在帮俄罗斯讲话，这个看起来很奇怪，反而乌克兰对川普来讲反而比较难搞嘛。我觉得现在俄乌战争要停火停战，接下来要有3个谈判。是，一个谈判已经规划好了，就是美国跟乌克兰。那本来是要在白宫进行签署矿物协议，但是吵了一架，这历史难见哈。但是现在泽伦斯基预计要再去沙烏地阿拉伯，那就不是川普跟他见面了，应该可能是 Rubio 或者是中东的特使派驻在俄乌的特使。那这要谈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停火协议，第二个是矿物协议。本来川普是希望先签矿物协议，本来应该就在华盛顿先签的。是。那现在呢，这2个反正你就一起签。第二个谈判是美国跟俄罗斯的谈判。
一旦有了美国跟乌克兰的矿物协议，利益拿到了停火的这些要求同意，因为乌克兰是当事者，你一定要他同意嘛。所以呢，他也就去跟俄罗斯。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这个之前，他要逼的乌克兰接受泽连斯基接受，所以呢，他停止军援，他连这个新电都停，是为了这个原因。也就是战场上，其实你已经再撑不下去，你再撑下去也没有办法了，只是每天死更多的人，每天失去一个台北市这么大的这个面积，已经总共失去12万平方公里了。因此，第二个谈判就是美国跟俄罗斯，那这个大概是个大秀，就是川普跟普丁在哪里？我觉得应该也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第三个谈判那就是我觉得聊备于无了，但欧洲很希望，不要忘记我，对不对？我也承诺了8000亿，我也愿意派兵不可能，俄罗斯不接受，那8000亿怎么分怎么配？那其实也是大问题。美国其实到最后可能做个姿态，因为他也知道，反正乌克兰是在欧洲，你总是要让欧洲有一个参与。因此，我觉得欧洲这个谈判大概也不会是川普自己去，但是呢，这个大概就能够达成停火停战。可是，这个停火停战能够怎么样的一个维持它的永久性或者长久性的，不讲永久性，我觉得也很困难因为所有的议题都其实大家都好像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是，现在好像很难有中立的第三国来保证大家的安全了，这是非常麻烦的。但小舰长你怎么看？现在美国暂停了军援，甚至连通讯都给它断掉。那请问一下，乌克兰这个仗到底要怎么打？准备用石头打吧。因为美国已经断了所有的军援，而且这件事情呢是波兰也是这么说的。那我们再看到说有关于这个在欧盟峰会里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喜欢讲战略自主的马克宏，也就是法国总统，他又讲说他要用这个核武战略，你有多少颗啊？你有算算看，你口袋里面到底有价码吗？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核武的数量。如果看到法国的话，它就是290枚，我们勉强也把英国算进去，英国有225枚，也就是整个加总起来，欧洲可以用的就是515枚啊。你有看过俄罗斯有多少枚吗？5580枚啊，意思就是你连人家的零头都没有啊！你要去跟俄罗斯讲这一个核武，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啊？那其实我们讲到说现在大家一直在讲说这个乌克兰受到非常多的这个无人机或者飞弹的攻击那大家只讲正面的，没提负面的。如果我们看到一开始那个手板上面，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就是最近几天的攻击发射了667颗飞弹，然后还有190枚的这个无人机然后他说实际上呢来讲说，他说拦截到的有34个飞弹，100个无人机，那意思是什么？起来的还不止加拿大，现在中国大陆更硬。金句连发，王毅他的公开的发言，他呛美国，他说中国大陆跟美国呢，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开发国家、开发中国家和已开发国家，必须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但是在关税贸易战当中，到底美国你这样干得到了什么无问从这个多年来的关税战、贸易战得到什么？贸易逆差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是上升还是下降？通膨是好了还是恶化？民众生活变好还是变糟？其实如果回答答案的话，每个都会是重中之重的核心关键原因。所以谈美中科技战，好像看起来美国是要让美国的竞争力还有美国人赚更多钱的样子。实质上这些做法会不会让美国更陷于灾难呢？王毅讲，不管是航天、晶片制造，无理打压从来没有停过这里有一段谈话，现在听听王毅怎么说。无论是航天科技还是芯片制造，外部施加的无理打压从未停歇过。但哪里有封锁，哪里就有突围；哪里有打压，哪里就有创新。暴风雨最猛烈的地方，恰恰是哪吒闹海、一飞冲天的舞台。中国有句古诗说得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会不会觉得美国的现在官员都是骂蠢蛋、笨蛋、
然后以中国的官员在讲的都是引经据典跟谈诗论据。在美中这种对抗里头，美国继续盯上的是陆网通一哥要求禁售 TP-Link。那这样的网通产品，其实在美国的市占率高达65%，要加以禁止。还有，美国下个礼拜要召开听证会，因为过去只针对高阶晶片加以限制，现在他们认为连传统晶片市场都冲击到了市场，所以将会有这个听证会研究到底传统晶片市占率以及未来如何去管制，避免被影响。这个下个礼拜听证会也是重中之重。艾斯摩尔表示公布了2024年的财报，为来自于中国的营收是110亿美元，在这个总营收里头占比是36.1%。随着中国的出货如果恢复正常的话，艾斯摩尔荷兰商重点就是继续会深耕中国市场啊，没有要放弃。所以美国要禁止这些晶片往中国大陆送，有没有办法做到？还要管制全球，其他国家通通都不行。所以科学家在大陆的部分研究出一个新的技术，接下来可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以前是矽晶由矽所扮演的全球重要的领头羊，现在叫做碳材质的人工智慧晶片吗？也从二进制的技术到了新的3元逻辑系统，这个是一大步。还是有没有机会变成下一个世纪新的这个工业高速的科技，持续观察。但是这个 AI 大放异彩上，从 DeepSeek 之后还转变成了前浪吗？中国的 AI 新创叫 Manus 现在爆出圈，有各种炒到10万人民币，炙手可热。当然，这几天也看到一些新闻在质疑它的原创性，或者是它的实际的深度能力。但市场现在是业绩非常的风风火火，因为它能够连接思想行动。不仅能重点是思考，还能产生结果，帮你分析所有的事情，包括股票分析、买房子、写程序、搞股票这是它最强的地方。当然，阿里巴巴这个新 AI 模型有没有办法变成第3个 DeepSeek， 立刻影响全球，甚至改变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呢？接下来真的就是从 R1 之后，看看2024 12月要发布的 R2 如何咯。机器人的部分，成都机器狗接上了 DeepSeek 之后。泸州上班孙餐醉这个叫什么孙餐醉？意思是说头顶有一个摄像机的机器狗，它叫泸州，启动到田间道路，按照规定路线进行巡逻，看起来好像呆萌，还有点笨重一样，可是其实它是智慧 AI 狗。今年初在西南交通大学团队研发了之后，就不需要人力，就自动可以侦测到铁路上面、交通上面的状况，随时可以及时处理。另外，印度的机器人也出现了吗？来看看印度有这个机器人，高度调到7英尺，自主人形机器人，觉得怎么样？它的动法、灵活度，这个是印度的 Mars Robots 的公司推出的仿人机器人。不过因为它的包括高度大小说可以举起200公斤的物品，问题是动的样子有点缓慢。所以大陆网友在笑他说像个人形有一定负重的扫地机器人。那我个人觉得奥斯卡可以告一下不知道，但的确，当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个会功夫很灵活跳动的机器人，再看到这么慢的，摆一个擂台，对，会让人家觉得可能需要快转一下。蔡将军，首先我讲王毅的讲话，以前王毅跟大陆发言人都是讲，哎呀，和平共存的，或者双赢双利什么东西讲一大堆没有用。但是这5个问呢，那就是证据错找你跟我打这个围堵禁止打压有效果吗？你压我的科技你有效果吗？你的经济有成长吗？这个5个问题，把5个事实证据摆在这里嘛，你们有数据可以看嘛，对不对？你打压中国垮了没有？中国还是有 GDP 还是到5所以这个问题真的跟川普讲理是不必了啦，真的没有，所以硬起来就是一个表态嘛，因为现在川普已经全世界得罪完了，中国也是这个时候正好交朋友的时候，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产品，一定要找地方出路嘛，对不对？美国不错，你是个大市场很有钱的大市场，可是你自己对人家搞得这样子的话，谁都进不去进不去要自己找出路嘛。所以中国也是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机会蛮好。另外这个，我想美国当初开出来讲，我打金融战，打科技战，我就看到习近平就把所有科技头拿来开个会。在过年突然出一个哪吒，又出个 DeepSeek， 现在出个 Manu，这3样东西
打的美国股票市场今天大跌，大跌，应该也被川普打的了，已经跌好几天了，跌好几天了。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讲嘛，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富不过3代，穷不过1世。为什么？穷被逼的时候，他就要找出路，他就要想办法创新，想怎么样致富。那富啊，就像美国，享受了快100年了，那自大的不得了，也懒了。所以你现在在制造业，在各方面你都输给中国大陆，连美国最骄傲的军武科技现在也落伍了。为什么？刚刚你们不讲好几个单位很惨吗？美国国防部很惨啊，大批的装备要换，船只要维修补保要等6000天，挂急诊都进不去。然后川普还要开预算，所以我想，上将给你撤掉5个，预算要给你砍，你跟军工复合体勾结狼狈为奸的，马斯克也给你通通找出来。所以以前美国靠军事大国持强霸凌其他国家，将来也就不行了。所以这个问题啊，川普某些改革的利益我是认同的，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很烂了，内部腐蚀的很厉害。但是你这样操之过急的这样胡整乱搞啊，你还有几年？你顶多剩3年半，对不对？3年半，而且我看不出川普的接班人有没有你那个魄力，有没有你那个领导能力，有没有范式不行，更会乱搞，根本那跟不上嘛。那好，改革就怕什么？改到一半改不成功就死无葬身。这个我们看很多国家搞这个改革啊，孙中山革命都要搞个10几次啊，对不对？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五马分尸啊。王安石落的一个得忧郁症下台的，那王安石的想法没错啊，很好啊，对吧？因为他下面执行的人干部不行嘛。川普现在现象下，他弄的这些部长都不是很专业、很能干的人呢，都是 loyalty 忠诚度第一。对，只问中心。对你这个忠诚度第一，专业能力不足，执行上面就出问题了。所以你嚣张是你因为你威望很够，你那个财政部长也跟着骂人家蠢蛋，在国际上你这个一点礼仪都没有啊，没规矩啊，没家教啊，所以现在乱象已经出来了。那天我看国会那个演讲，拍马屁的，川普一个金句出来站起来鼓掌，站起来多少次啊？哎，不要站多少次。他们说他训练核心肌群。对啊，我就好像我小时候，我被我老姐带着天主教堂，一下子要站起来，一下子要跪下去。民主党那边就在那虚啊。这个国家你说不分裂吗？不分裂嘛。早就。现在你看人家的反制都找到你痛点，你铁锈州对不对？你的农民现在肥料没有，农产品没人采购，造船业你要重新恢复，你哪里那么快啊？对不对？你连军舰去维修补保要等6000天，你怎么去？你签一个命令很简单，我要知道船舶中心20年后吧，对不对？注定要失败的。是袁老师，我觉得这里面讲了非常重要的重点了。坦白讲啊，大陆的国防科技啊，还有大陆的民间科技，以及大陆的外交团队，我觉得王毅表现得非常称职啊，因为我很早就注意他。在日本的时候，王毅做中国驻日本大使就受到了非常高的欢迎度啊，长的样子也非常正派了啊。他讲的话当中的话呢，称为引经据典呢啊，就我也模仿一句啊，总谓浮云能蔽日啊，青山不见使人愁啊，他就说是哪吒闹海啊，这个冲破啊，毕竟的话呢遮不住啊，青山遮不住，就是要呼应了这个观念。他讲的话其实充分的展现出外交是要有文化的。不像川普这样子就是耍流氓的，那么这个差距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外交本身的所谓的外交语言呢，讲求的是你让人家感觉到就好，你不用说得太明白，要给自己留余地啊。那今天川普的最困难呢，就是嘴巴吞下一块烫豆腐，吐也吐不出来，吞也吞不下。川普不但要制裁这个乌克兰。还要准备制裁俄罗斯，为什么？因为这个烫豆腐卡在喉中，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下，那我必须要强调大陆的科技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 DeepSeek 在我的手机里头有经常在用
那么现在的话呢 ，Manus 的话呢，就是因为受到邀请码的邀请啊，我问了一下的话呢，我自己问了一下，他没有受到邀请，我当然不算受到邀请，但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会造成美国的股市下跌？因为最重要的原因的话 ，DeepSeek 只是跟 OpenAI 可以说是伯仲之间，但是 Manus 的话呢，做了下一步。因为我自己当中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我们每一次来我们学校、来我们台大哲学系申请的人非常多，大家在处理上来讲都不晓得该选择什么，甚至于连这个要安排谁来口试都不行。很困难的情况下 ，Manus 做这件事，他就可以把你的思想跟行动结合在一起，然后呢，里面列出很多很多的理由。你只要看他一一列举的理由的话呢，对你的事情节省的话，啊，那个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那因为我们对于 AI 的应用的话呢，就是一步一步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说，这个对于美国的 AI 市场，美国 AI 市场原来的想法是，你没钱你滚蛋。你没电你滚蛋，你没有芯片你滚蛋。现在这3项的话呢，在中国的努力当中的话，为什么我觉得 Manus 一直没有推出来他们原来的开源跟免费的话，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找到适当的时机，对美国的科技产业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美国现在本身来讲的话呢，大家一直为了赚钱，为了捍卫自己的这个专利啊什么的啊，都迟迟不推新的。那现在大陆一下子 DeepSeek 出来了，一下子啊这个 R1 出来了。刚刚我们主持人讲到说什么时候会有 R2 啊？那一旦出来的话，因为大家要了解啊，所有在世界上搞 AI 的都是长我们这个样的人啊，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在哪都一样啊。那你这种样的人，那在中国当然是最多的，所以他出的东西非常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可以非常了解，这个大陆的科技的发展已经是我都不好意思讲啊。虽然不能够说遥遥领先，讲这个话有点过度骄傲，但是你像阿斯麦尔他自己最了解，他做生意的人，他去年的出口36.1%做出来的东西卖给这个。大陆，那他这个没有选择啊，36.1%啊，那你基本上是超过1/3啊。你在这种情况下，阿斯麦的东西的话呢，你受到限制，你不卖给大陆，你生产这个东西这么贵，命卖啊！你要怎么卖？2亿多美金的一台呀，你谁能够受得了啊？对不对？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陆目前你不卖，过2天自己做出来的话，变成200万美金，那就完了。的确，严老师，因为美国会想要管制中国大陆的各种晶片科技，就是因为感受到危机压力被威胁到了嘛。那问题是用这种管制的做法，到目前为止，真的有伤到中国吗？还是美国现在反而面临了更大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没有从他，就是说等于是他犯了他历史里头过去的一些错误，他认为他可以用这一套对付其他的国家啊，所以他长期来用，包括我以前常常强调的，就是譬如说，他今天把他的这个科技输出到拉丁美洲啊，什么设厂建立，那拉丁美洲也说我们要希望有科技的转移、技术转移等等，但最后都没有学到。他到亚洲来，以为亚洲也不会，就是我可以赚你的钱，然后你说你要技术转移，事实上呢都没有学会。但是韩国啦、大陆都学会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没有从过去因为他在拉丁美洲的经验是不会被别人学走的，技术没有那么快的，结果没想到大陆学得那么快，而且问题是，我也一再强调，大陆的这个理工的人才是太多了，所以说在这个一旦你看，像后面我们看从这个 DeepSeek 开始到 Manus 出来，这就是你就变成是越来越快。啊，历史的脚步是会越来越快，因为人又多，群聚的效应又多，大家又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有前途的这个产业，所以就会不断的增加。我回头来看美国的话，我会认为美国人少一点人读法律吧。真的是少一点读财经，少一点读财经，多一点去读高科技的，就是理工科的。因为美国的理工科，刚刚苑教授已经讲了，你到了美国的理工科还是亚裔，所以我开玩笑在讲说，今天台积电要是到了美国，结果一看工程师里头。少数是有白人，那个也是东欧来的移民也不是美国这个传统中西部这一种的，因为美国的工人就是这样被抗议啊，所以才会又说种族歧视。不是，但是你结果问题是你抗什么议？白送你还抗？不是，所以川普没有搞清楚，你要这个产业过去，结果呢，他们用的人并不是你的选民哦。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再回头来看大陆啊，就是我觉得大陆今天。美国如果在这个整个对抗全世界的时候，尤其是得罪了全球南方，包括川普那一句话，对不起，我做非洲研究，我真的很难过。他说谁听过赖索托对，
这个国家没听过，没听过哦。那你就是把所有的全部都得罪光了嘛？那今天你就等于是又不参加群组啊，又不断退群，那你是不是就把这个全球的领导地位就送给中国了？我觉得川普为什么不去好好想一想？你美国累积了这么久的实力，在国际当中有这么多，然后忽然你就今天为了又自己觉得开心，就把国际的把这么多前人所建立出来的领导地位就丢掉了。要讲最惨来了，乌克兰啊。乌克兰的命运，现在俄罗斯的态度呢，其实看起来可以跟他硬来的。刚刚加拿大硬了嘛，中国大陆要硬了嘛，俄罗斯一硬的时候，川普态度不一样哦。因为俄罗斯又去攻击了乌克兰，所以川普就说：“你要再这样子，我就要制裁你俄罗斯。”结果，他们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击，他说：“俄罗斯已经全面面临过很多的制裁了。”摩擦了哈，这不会阻止俄罗斯实现目标。一讲完之后，川普发文，他就说，跟乌克兰打交道很困难，所以呢，在谈俄乌局势的时候，最终方案上还是可能更容易跟俄罗斯达成磋商啊，因为他们掌握所有的牌，所有的 cards 都在手上，哇，所以又软了，所以还是要对他硬才行吗？根据俄乌上面这场，如果他形容是牌局的话。川普的态度只对俄罗斯给脸色，所以美国考虑放宽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哦。先前跟欧洲谈的也是一样的道理，欧洲最需要这些俄罗斯的能源是美国叫人家不要用的。那现在这些人是透露，美国先指示财政部研究，可能展开解决这场持续3年战争的谈判之前，要放宽能源制裁，那俄罗斯就可以打开手脚，开始卖出去了嘛。而川普也在传下重手，对谁？乌克兰。乌克兰除了被断军援全面停，然后断情报，商业卫星影像也真的都没了耶。这个是美国航太公司的限制乌克兰取得卫星影像的画面哦。那就一停止，产生的结果是什么？马上俄罗斯情报一断，俄罗斯就猛轰260架无人机跟飞弹，看到了哈。先前我们来宾也分析过，都是无人机，他有没有派人呐？跟飞弹呐，在这种即将要结束的时刻嘛，在他们认为就用无人机跟飞弹打你就够了嘛，所以幻象飞机出动了耶，这个是刚刚法国才送过去的，乌军就说我们马上就有起飞幻象飞机，然后这是美国停止援助以后还是有飞机可以用，这么大联合攻击就在美国情报还有所有的卫星都给它断掉了之后，这就是乌克兰现在的处境，而这么惨的处境里，这位被川普派去当做这个乌俄特使的凯洛格啊，他怎么说啊？他说的话是：泽伦斯基自找的哦。泽伦斯基本来就可以签这个所谓矿产分享的协议，是他错失的良机，所以呢，就把他当成骡子一样。当头棒喝就好了。我们刚刚还在想讲，他们的美国领导人讲话都是这样，把人家当骡子，讲人家是蠢蛋。然后说你现在被打喽，因为你停止了人家的情报跟卫星哦。他说你活该，你自找的。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官员的态度跟他们的用词遣字。美俄的官员才刚刚见过面啊，消息人士说，俄国已经表明不会接受北约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面有任何的存在。欧洲人说我要去啊，但是俄罗斯完全不接受，但是不反对中国这些在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国家向乌克兰部署军队，所以答案已经很清楚，俄罗斯要的是什么？川普是不是会全部买单呢？而俄罗斯最新的表态是会对任何试图挑拨俄中关系的行为做出果断的回应，两国准备好透过双重反击来应对任何挑拨。所以跟中国的关系仍然很密切的情况之下，欧洲呢？欧洲想要自主，却面临一个想要团结都很困难的处境啊。美国呢，似乎倾向于把这个军队啊，本来在德国有多少人呢？35000人，把这些军队全部撤掉吗？川普说得到做得到，不是不可能的。说现在什么时候会跟上进度？现在说可能这35000人会移到哪里？匈牙利或其他的新据点，因为德国不听话。美军觉得，你都北约各种国家的盟国的军费不增加，或者不听我们美国的话，川普就用把军队撤出来教训德国。那么，所以还有奥班就说啦，欧洲的自身防务开支呢，匈牙利总理讲的，你又不支持。根本无力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了，所以还不如匈牙利继续推动和平谈判，
不是为战争提供资金而已。那法国虽然卸任在即，我们刚刚看到了加拿大都到哭成这样，法国也一样面临很多的困难嘛，也要举办5国的国防部长会议。马克宏召集的有英国、德国、波兰、意大利国防部长会议，重新讨论欧洲啊要武装啊，不能再靠美国啦。那乌克兰国防部长也会以视频的方式加入。欧盟跟北约负责人也会参加此次会议，所以现在最后抓住的那根稻草是欧洲啊，但欧洲的帮忙有没有办法挺得了乌克兰呢？那很担心川普政府会倾向俄罗斯，所以盟友都考虑减少分享情报啦。如果美国知道，会不会给俄罗斯？这个世界秩序是不可思议的，过去怎么可能会这样演呢？那现在就是反而变成欧洲担心美国把情报给俄罗斯，可以想象吗？所以美军自身的问题，刚刚将军点到了一些哦，光是美国的空军面临3大问题：战机老化、武器维护成本上升，然后更重要的是实际的基础设施超过了20到30%没有直接增加战斗能力，还要砍预算，还要砍人，所以有近2000架的飞机不能飞啊！美国的空军军机妥善率创新低，怎么办？那这个妥善率只有62%的情况之下，就要送人都还有问题呢。美国的造船业也一样惨，因为学者探维修就要排6000天才能排到船。制造业的空洞就是美国现在要所谓美国优先，美国把制造业拉回来之后，实情是什么？光排修就要6000多天才能排得到修理，所以美国制造业的空洞化是川普喊1天2天说要美国优先，美国光荣重新回来就可以赶得上的嘛？看起来现在跟美国最好的就是俄罗斯了。这个问题啊，你观众都看了，大家在放狠话啊。川普现在很尴尬，我们上任第1天就要解决俄乌战争，现在泽连斯基得到欧洲人的一点支持，又有一点不想停啊。那他是不是就急着就去骂俄罗斯？哎，你能不能收手？俄罗斯说你，结果没回应到，我要制裁你。所以那个发言人讲，你制裁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用。其实有一句话没讲，这个时候反过来告诉川普，你手中没牌，你还有什么牌？大家来赌这样吗 ？You have no card。你骂人家泽连斯基的话，俄罗斯可以笑你。为什么？俄罗斯现在俄乌战场上。现在是2个州打得火热吧，但是不是部队冲锋啊，无人机啊、炸弹啊、导弹啊在打。他不费一兵一卒，他就用无人机跟飞弹。冲锋的时候，朝鲜人不死俄国兵，俄国兵集结到俄罗斯，俄罗斯的禁卫兵团也在那整补啊。等到春季的泥浆季一过，俄罗斯可能还有大动作。你现在美国要谈和，我的条件一样不让。你要谈不成，到了春季开始，春季一过，向北打，加上白俄罗斯的部队打基辅，向南打，把奥德萨的这个军港、那个海港给你封了。所以这个普丁现在是好整以暇啊。川普也很两难呢。川普现在就这样的事这边拿下来怎么办？川普现在就面子下不来嘛，所以才叫俄罗斯俄罗斯没理他，就说我要制裁你。那俄罗斯你被制裁什么样子？我制裁你，制裁我那么多年都没用嘛。尤其现在什么，美国的路线开始，我走经济争霸，所以军事上它放在一边，军事放在一边，现在问题都出来了，造船业造不出船来，连维修补保都有问题。美国的空军1/3不能起来，好夸张！你的导弹号称5000枚核子飞弹，那都是60-70年前的叫义勇兵，后来叫民兵飞弹。能不能用还不知道，所以炸到自己了。现在就开始在搞新的超音速飞弹，那个量太少，所以美国的军事霸权已经被人家看穿了。你在讲把德国的那个几万人美军啊移到了什么匈牙利没有意义嘛？你要不要重新盖营房？你要重新盖基地？哎呀，吓唬没有意思嘛。现在问题是欧洲陷入恐慌，你到底美国的北约还存在吗？法国这种讲法就是等于北约不存在了，重新来嘛。所以北约一旦失去效果，川普现在留在北约是干嘛？你们交保护费，不交保护费我就撤约，他就最后拿来收钱的东西，德国、法国也没办法代替他。所以现在最惶恐的是欧洲，又团结不起来，又没有能力建立国防军，又没有办法长期支援乌克兰。
只是让泽伦斯基再苟延残喘到这个冬天完。所以明年的5月，在俄罗斯的大阅兵之前，可能自行解决。所以会不会川普最后挺了俄罗斯这样子周旋半天，最后是谁面子最挂不住？拭目以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最糗的是。美国惩罚乌克兰，那马上俄罗斯就跟上，包括飞弹，包括无人机。我觉得乌克兰呢，我们要替他讲话，真的是很倒霉啊！国家变成这个样子，人民变成这样子，总统受到这么大的侮辱啊！然后呢，这个川普一上来的话呢，从来没有谴责过普丁啊！然后现在的话呢，发觉普丁呢，居然是有脑筋的人，川普自己没脑筋啊，认为普丁没脑筋啊，对不对？普丁当然一直在耍他，大家看不明白嘛。普丁从头到尾啊，接电话，好，我们满意啊！只要普丁一满意，我跟你讲啊，那就是问题来了。那普丁哪有满意过的，对不对？他自己的话的本身来讲，大家不要忘了，是普丁发动战争的，乌克兰人民很倒霉，很可怜的。然后呢，泽连斯基讲了几句心里的话，我没办法签这个约啊，贝森特要求他签，他不签啊，然后那个范斯要求他签，他不签，因为他签了他就完了啦，真的，对不对？那对不起国家，就是说我没有这个机会当乌克兰总统，有了我也不敢签了，没有人敢签了，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签啊，那个凯洛哥跑出来大骂啊，你们像骡子一样，这太粗鲁了。你对人家讲的话呢，你应该要骂普丁啊，你骂了3年，突然不骂了，好的不得了，就大家都看不懂，你知道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呢，今天呢，这个局势啊，4个字啊，天佑中华。你们闹来闹去的话呢，因为天佑中华，因为只有大陆是唯一大国的身份赞成和平的，从头到尾没改过啊。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乌克兰现在也拉中国。这个奥德萨的港口里面，中国也签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啊。那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因为呢，现在大家发觉，你平常一些小国，像欧盟这些小国家，我都不好意思讲法国，法国才1个礼拜提2个和平计划，第一个计划被人家打枪，被谁打枪？被德国、被意大利打枪，没有人支持他，马上再来一个5国把他们拉进来。你拉10国，拉全世界都没有用啊！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本身长期来讲的话呢，就是放弃了你的国防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想挑拨中欧的关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大国跟大国变成基山啊，就是中国、美国、俄国没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乌有没有可能真的达到和平？连这个驻军呢，欧洲说我们可以来驻军，如果我们和谈完成之后，但俄罗斯说不要，他只要求只有中国或其他中立国家他才能接受。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看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基本上欧洲国家或者是美国几乎都比较少，加拿大有一些虽然我们刚刚讲加拿大常常被这个美国这个欺负，但是加拿大有派很多维和部队，最多的维和部队是印度、巴基斯坦跟这个非洲国家，所以对这个来讲，我觉得马克宏完全搞错方向，还在搞欧洲，你根本就找联合国，然后请联合国来，那联合国的军队这个维和部队。中国也有在非洲也有维和部队，但是人数没有这么多。你干脆就让印度、巴基斯坦或者非洲国家出人力嘛，他们也很想出这些人力赚一点钱那你们欧洲国家也觉得可能并不会放了这个非洲国家的维和部队，普丁不会去欺负他们的。你放欧洲的很难讲